光荣级，苏联海军最后的荣光。作为苏联海军建造的最后一型巡洋舰，光荣级出道即巅峰，防空能力吊打同时代的欧洲各国海军，反舰火力足以摧毁航母。只可惜俄罗斯继承苏联遗产后，光荣级就一路退化。2022年4月14日，莫斯科号被乌军海王星导弹击中，最终起火沉没。俄海军的遮羞布被俄罗斯自己亲手揭开。问题来了，在苏联时期的远洋作战，光荣级能发挥什么作用？在现代战场，光荣级这种巡洋舰是否还有用处？在20世纪80年代，光荣级就是欧洲各国海军无法跨越的一座大山，仅有美国可以一战。在远洋作战中，光荣级甚至可以摧毁航母。其舰桥两侧的玄武岩导弹，单是战斗部的重量就达到了1吨，射程550公里左右，可以在美军航母防御圈的边缘实施打击。搭载的里弗 M 区域防空系统也足以拦截美军舰载机。就性能来看，光荣级甚至可以单挑美军航母。由于先天上的不足，苏联海军并没有像美国海军那样建立以航母为核心的水面舰队。在缺乏大型平甲板航母的情况下，苏联只能围绕导弹巡洋舰来编队自己的水面舰群，比如肯达级、克列斯塔级、卡拉级等。不过，在冷战初期和中期，苏联海军的这些巡洋舰也只是配角，真正的作战平台是多达上百艘的攻击型核潜艇、巡航导弹核潜艇和弹道导弹核潜艇。与其说苏联水面舰群是一支反航母力量，不如说是一支潜艇护航力量。在这个阶段，苏联水面舰群的任务只有2个：反潜与防空，目的就是为核潜艇在大洋的猎杀与核打击保驾护航。不过，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海军的战略从近海防御走向远洋决战。克列斯塔级之类的军舰完全不能执行远洋作战任务。彼时的美国海军军舰防护能力很强，苏联情报部门认为，哪怕是20-30枚 P6 反舰导弹直接命中美军的企业号，也不一定能保证击沉它。加上美军攻击核潜艇的威胁，苏联海军需要一种火力足够摧毁美军战舰并具备反潜能力的军舰，否则苏联海军将无法突破美军舰队的封锁，也无法保障自己的沿海安全。于是，苏联海军开始规划下一代水面舰群，其核心就是奥廖尔级核动力航母、基洛夫级巡洋舰、光荣级巡洋舰。其中，核动力航母中途下马，基辅级轻型航母与第比利斯级取代了奥廖尔级的位置。也正是因为核动力航母的失败，巡洋舰保留了下来，并顺利成为水面舰群的核心。在苏联海军内部，基辅级轻型航母与第比利斯级算是重型载机巡洋舰，二者搭载的舰载机不像美军的舰载机那样具备远程制海制空能力，他们的任务是为巡洋舰提供防空与反潜掩护。基辅级与光荣级上的 SSN-12 玄武岩，基洛夫级和第比利斯级上的 SSN-19 花岗岩才是用来与美军争夺制海权的武器。如果不考虑舰载机，在全球水面舰艇的反舰能力排行中，基洛夫级巡洋舰就是当之无愧的王者。2.8万吨的排水量，核动力碾压一众水面战舰。不过，基洛夫级的建造与维护费用很高，即使苏联也没办法大批量建造，原计划建造5艘，实际只建成4艘。相比之下，排水量只有基洛夫级1/3，采用常规动力的提康德罗加级足足造了27艘。在基洛夫级之前，克列斯塔级建造14艘，卡拉级也有7艘。为了弥补巡洋舰的缺口，苏联海军只能研制一款排水量更小，并采用常规动力的缩小版基洛夫号，也就是光荣级。按照苏联的计划，光荣级要建造8艘，实际开工5艘，但是苏联解体之前只有3艘完工。首舰莫斯科号1982年服役，比美国的提康德罗加级首舰早1年。其中，莫斯科号属于黑海舰队的旗舰，现在已成为海底舰队的一员。2号舰乌斯季诺夫元帅号隶属北方舰队，3号舰瓦良格号则是太平洋舰队旗舰。
至于光荣级的性能，火力军只能说样样精通。20世纪70年代，苏联海军在调整舰队兵力结构时，意识到自家的攻击型水面舰艇必须具备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条件下，长时间在远洋独立作战。这也就意味着，光荣级的反舰火力与自卫防空火力足够强。在反舰火力方面，想要摧毁美军航母打击群，就必须大幅度提升导弹的动力，使其超过美军舰载机的作战半径。导弹射程的增加，也就意味着体积和重量更大，这就要求作为搭载平台的水面舰艇足够大。光荣级的船体长度为186米，宽度为21.5米，满载排水量达到1.2万吨，可以搭载重型反舰导弹。在实际作战中，光荣级也能满足苏联海军的需求。按照苏联海军总司令部的战术技术任务书，光荣级的主要作战使命就是保证己方反潜搜索舰群与舰艇突击群的战斗稳定性，在海上和远洋为己方舰队编队和船队提供区域防空掩护，歼灭假想敌的水面舰艇，包括航空母舰，执行反潜，为登陆部队提供火力支援，攻击敌方岸上和地面目标等任务。以上这些任务就已经说明了光荣级的性能，反舰、防空、对地打击样样精通。不过，因为吨位的限制，相比基洛夫级，光荣级的防空火力有所简化，仅安装了一套里夫 M 区域防空系统，也就是 S300的舰载版，同时可以垂直发射12枚舰空导弹，拦截6个目标。点防空系统与近防系统则是2座双联装黄蜂防空导弹与6座 AK630 近防炮，其中黄蜂导弹的主要用途是用于中程防空，有效杀伤高度达到了5000米，最大速度2马赫。AK630 则是拦截敌方的小型水面舰艇与低空飞行的飞机。当然，如果敌方反舰导弹真的突破光荣级的防空，那这6座 AK630 也只能算是心理安慰。虽然防空不如基洛夫级，但是光荣级依旧是俄罗斯海军中除了基洛夫级外唯一具有区域防空能力的舰艇。在世界范围内，仅有美国海军这一个对手。莫斯科号在1982年交付苏联海军的时候，美国海军最好的防空舰还是弗吉尼亚。提康德罗加首舰直到1983年1月才服役。光荣级和弗吉尼亚级之间互有长短，对比并不明显。但如果脱离美苏，与其他国家的海军相比，光荣级的优势就很明显了。在20世纪80年代，其他国家海军的装备水平很低，绝大多数的国家根本没有区域防空舰，甚至装备了防空导弹的水面舰都很少。1982年的法国海军甚至连卡萨尔级护卫舰都还没服役，但即便是卡萨尔，也只能使用标准 EMR。西班牙、意大利、荷兰以及德国海军的情况都与法国类似，发射标准 EMR。在加拿大海军这边，甚至只能使用海麻雀。在光荣级诞生的时候，欧洲这边能发射标准1的防空舰就已经很不错了。装备里夫 M 区域防空系统的光荣级就是海上一霸。此外，在排水量大幅缩水、防空能力不到基洛夫级1半的情况下，反舰能力却没有下降很多。基洛夫级的反舰导弹就是甲板上的20枚花岗岩，而光荣级配备了16枚玄武岩导弹。在性能方面，玄武岩与花岗岩的射程差不多，都在550公里左右，具有在航母战斗群防御圈边缘发起攻击的能力。不过，玄武岩的总体性能还是比花岗岩逊色一些，低空突防速度为 1.7 马赫，高空速度也只有 2.5 马赫，末端为主动雷达制导，具备编队智能突防功能。只是玄武岩导弹的体型有点大，长度超过11米，重量达到了5吨，即使是万吨级军舰也没办法在舰体内放置发射装置，只能将发射筒放在光荣级的舰桥两侧。这点也是苏联海军与美国海军的不同点。美国海军的制海艇就是航母本身，巡航舰只是护航舰艇，重点强化防空火力。而苏联这边，巡洋舰就是舰队的核心，必须具备攻击敌方主战舰艇的能力，反舰能力必须足够强。俄罗斯海军的发展方式也是如此。乌斯季诺夫元帅号经过现代化升级之后，换装了玄武岩的升级版火山岩反舰导弹，射程达到1000公里，使得俄海军的水面舰群首次具备了在航母舰载机防区外发射反舰导弹的能力。当然，
作为苏联海军提供远洋保护的大型军舰，光荣级的反潜能力也不错，搭载了 Ka-27反潜直升机和拖曳式声呐，其声呐可以探测到50公里外潜伏的潜艇，而 Ka-27直升机的作战半径为250公里，二者配合作战，可以大幅度提高反潜能力。光荣级还配备了海星 SSN-15反潜导弹，射程达到了50公里。可以摧毁600米深的水下目标。此外，在光荣级的作战定位中有一个很特殊的点，为登陆部队提供火力支援。这也就意味着光荣级不仅可以为舰队提供保护，摧毁敌方大型舰艇，还拥有对地压制的能力。其配备的 AK-130型130毫米高频两用炮可以有效压制近岸目标。这是苏联海军的老传统了，不会打陆战的海军不是好海军。除了这些，光荣级的动力装置也极为特殊，配备了带有废热利用回路的燃气涡轮机装置。在苏联海军历史上，光荣级还是第一种应用这种技术的水面战舰。现代船用燃气轮机特点就是废气流量大、温度高，可以将燃气轮机排出的废气收集起来，用作高温高压蒸汽来驱动气轮机，从而提高燃气轮机动力装置的燃料能量利用率，并且还能抑制排放到大气中的废气温度，进而降低本舰的物理场特征。总的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光荣级的性能足以碾压欧洲各国的海军，完全可以与美军远洋决战。那么，在远洋决战时，光荣级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在远洋作战时，苏联水上舰队的战术就是游击或者饱和式打击。除了基洛夫级和光荣级之外，基洛夫级航母的前3艘也装备了8枚玄武岩导弹，4号舰巴库号更是把反舰导弹的数量增加到12枚。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也布置了12枚倾斜发射的花岗岩导弹。这就是冷战末期苏联海军水上舰群所有的反舰实力。实际作战时，苏联的水上舰艇可以选择以游击的方式打击美国航母，这也没办法。无论是玄武岩还是花岗岩，射程都在550公里左右，只能在美军航母防御圈的边缘发射导弹。为了保证作战效果，巡洋舰必须进入航母防御圈实施打击，只要能抓住美军舰载机换防的空档，就可以发射导弹。玄武岩、花岗岩的射程足够远，发射后也不需要舰载雷达提供火控。而且，就算是被美军舰载机逮到，光荣级也不是很虚。基洛夫级与光荣级具备较强的区域防空与点防能力，即使没有舰载机的掩护，也有一定的防御实力。而且，在 LARSM 和标准6服役之前，美军舰载机的反舰能力并不强，鱼叉反舰导弹的射程只有100多公里，只有进入巡洋舰的区域防空火力射程，才有机会攻击光荣级。考虑到基洛夫级的5层防空网与光荣级的3层防空网大概率可以全身而退，除了打完就跑，苏联的水上舰艇也可以选择 all in， 也就是饱和式打击。在执行反航母任务时，苏联的巡洋舰一般不会单独出现，基洛夫级与光荣级都会以自己为核心构成反舰水面舰队，比如单艘光荣级调配1至2艘无畏级、2艘克里瓦克级等等。一般情况下，整支海上编队共拥有56到84枚反舰导弹。不过，由于反舰导弹的射程速度不同，很难同时发起饱和攻击。对于苏联而言，将不同型号的导弹分波次发射的效果更好。比如玄武岩、花岗岩率先发起攻击，打击美军盾舰，削弱美军防空火力后，苏联反航母编队逼近美国航母战斗群，再发射一轮反舰导弹，主打一个硬碰硬。为了在第一波攻击中最大程度上削弱美军的防空火力，苏联也可以将1艘基洛夫级和1艘光荣级混编。第一波发射的反舰导弹可以达到36枚。至于俄罗斯海军，基本不需要考虑远洋作战。俄罗斯海军水面舰群的远洋作战体系与苏联海军并没有什么不同，装备与战术皆是如此。进入21世纪之后，俄罗斯也对舰船进行了一定的升级，比如光荣级的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已经升级完成，基洛夫级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正在北方造船厂进行现代化升级改造。只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海军舰船的数量大幅度减少，海军的规模与战备水平都不如苏联时代的海军。其中基辅级前3艘舰已经全部退役，4号舰卖给了印度，库兹涅佐夫号也在港口趴窝了好几年。目前俄海军水面舰队有效的反航母力量就只剩下基洛夫级和光荣级巡洋舰。只是基洛夫级中的彼得大帝号马上就要退役，光荣级中的莫斯科号已经抵达海底，仅剩2艘现役，所以远洋作战什么的俄罗斯完全不需要考虑。
总的来说，光荣级的性能很强，但仅限于刚诞生的时期。随着提康德罗加的陆续服役和 NTU 升级，美国海军防空舰的能力迅速超越光荣级。到伯克开始大量进入美国海军时，光荣级的能力已经完全不够看了。到了21世纪初期，随着多数国家基本完成舰队汰换，光荣级在国际上也开始落伍。到21世纪20年代，盾舰已经烂大街了，但是在俄罗斯这边，仅对光荣级进行了极为有限的升级。现在的光荣级除了大吨位舰体平台还有一定作用外，其他方面已经彻底落后于世界主流水平。莫斯科号的沉没就是最直接的证据。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光荣级在现代战场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